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李沁端水式宣傳走紅，在娛樂圈的微妙平衡中走出自己的路。最近李沁一次看似簡單的社交媒體互動，在娛樂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。在陳曉與陳妍希離婚後，兩人的新劇恰巧同期播出，形成了一種微妙的競爭局面。而曾與陳曉合作過《人生之路》的李沁，在短短10天內先後為兩人的作品公開宣傳支持。這種不偏不倚的做法被網友戲稱為端水式宣傳，卻意外展現了一位演員在複雜娛樂圈中難得的清醒與智慧。這並非李沁第一次展現他處理人際關係的成熟度。在競爭激烈、關係錯綜複雜的娛樂圈，他的選擇顯得格外審慎而專業。他沒有回避這個敏感的時間點，也沒有選擇沉默或站隊，而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表達了對兩位同行作品的支持。這種將私人關係與專業支持區分開來的態度，恰恰反映了他在行業中逐漸形成的處世哲學：專注作品，尊重同行，保持適當的職業距離。這種態度讓他在贏得尊重的同時，也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紛爭。與此同時，李沁在公眾視野中的形象也悄然發生着轉變。從早年溫婉的小白花，到如今被粉絲親切稱為沁總，他的成長軌跡清晰可見。今年9月，在阿瑪尼之夜紅毯上，他一襲黑色西裝搭配高開叉魚尾長裙亮相，幹練與性感兼具，驚豔全場。到了12月資生堂年會上，他又以鎏金人魚造型現身，步步生輝，宛若東方美人魚。這些時尚表現不僅展現了他的多面可塑性，也折射出他作為演員不斷拓展邊界的內在動力。紅毯上的自信從容與社交媒體上的審慎周全，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而真實的李沁。回望李沁的從藝之路，會發現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實而堅定。昆曲出身的他，將傳統戲曲的嚴謹訓練融入現代表演中，形成了獨特的表演風格。無論是《慶餘年》中溫婉堅韌的林婉兒，還是《人生之路》中命運曲折的劉巧珍，他都用心詮釋，以角色本身打動觀眾。這種專注作品的敬業精神，或許正是他在娛樂圈保持清醒的根基。當行業環境日趨浮躁，他依然堅持用角色說話，用表演證明自己。這份定力在當下顯得尤為珍貴。李沁的端水式宣傳之所以引發討論，是因為它觸及了娛樂圈長久以來的一個微妙命題：如何在複雜的人際網絡中保持自我，又不失溫度。他的做法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：以專業態度對待工作，以真誠善意對待同行，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。這種平衡不是圓滑世故，而是基於對行業本質的深刻理解。作品才是演員立身之本，人際關係應當服務於專業合作，而非反之。在時尚與商業領域，李沁同樣展現出敏銳的洞察力。成為乙醇品牌大使後，他以自身獨特的時尚表現力與國民好感度，幫助品牌拓展新的形象維度。這種合作並非簡單的商業代言，而是基於雙方理念契合的共贏選擇。從他在各大時尚場合愈發游刃有餘的表現可以看出，他正逐步建立起屬於自己的風格體系。這種風格既包含外在的時尚表達，也涵蓋內在的價值選擇。李沁的端水行為或許會被一些人解讀為過度謹慎，但在非此即彼常常成為輿論常態的今天，他的選擇恰恰展現了一種更為成熟穩重的行業態度。作為公眾人物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會被放大解讀，而他在這次事件中展現出的平衡智慧，不僅保護了自己，也尊重了他人，更為粉絲樹立了理性看待娛樂圈人際關係的榜樣。當輿論場逐漸平靜，人們最終記住的不會是誰支持了誰，
而是那些用心創作的好作品。而這或許正是李沁所有選擇的最終指向，讓注意力回歸到演員的本質，回歸到那些打動人心的表演與故事中。2. 看完李沁一笑隨歌，再看宋希《山河枕》，真是沒有對比就沒傷害。古裝劇又爆了，但這次火的不是仙氣飄飄的仙女，而是飒爽英姿的女將軍。可誰能想到，同樣飾演女將軍，有人被誇上熱搜，有人卻被嘲出圈，這背後的差距簡直比宮鬥戲還精彩。李沁在《一笑隨歌》裡一身紅衣策馬射箭，眼神凌厲如鷹，動作乾淨利落，直接帥到觀眾心巴上。為了演好神射手，他提前3個月特訓，每天拉弓200次，虎口沫出血也不停。雨中騎馬戲，大腿內側磨破皮，愣是咬着牙拍完。花絮裡他手上纏着紗布還在練，導演都忍不住誇這姑娘比男替身還穩。雙引號。反觀宋希在《山河枕》的預告片裡，回馬槍動作拍了20多條，每次摔下來都得助理攙扶。最扎心的是特寫鏡頭，18金銀甲樂得他表情僵硬，蘋果肌像被封印，彈幕瘋狂刷屏，這哪是女將軍？分明是剛做完醫美不敢動臉。雙引號。其實今年演女將軍的演員幾乎都被罵了個遍。周也在《錦月如歌》裡被吐槽仙女下凡，宋軼在《雨盡長安》中拿劍像拎包，唯獨李沁殺出重圍，豆瓣評分從 5.3 逆襲到 6.5， 打戲片段在抖音狂攬2億播放量。為什麼差距這麼大？業內人士透露，現在很多劇組為省成本，打戲全靠特效，連騎馬都是綠幕摳圖。可李沁偏要實拍射箭，右手練出3厘米後剪，鏡頭裡連箭矢離弦的抖動都清晰可見。這種較真勁兒，直接把隔壁的綠幕劇比成了動畫片。更扎心的是數據，2025年古裝劇女性觀眾佔比 67%， 但他們最反感的就是工業糖精配 AI 演技。一笑隨歌能爆，靠的是李沁 40% 無替身打戲和男主細膩的微表情。反觀某些 S+ 大製作，演員連薇婭都怕，還想讓觀眾買單，觀眾早就火眼金睛。李沁那套紅衣戰袍，鎧甲金屬質感十足，而山河枕被扒出鎧甲是 3D 打印，輕便卻毫無戰場痕跡。演技對比更殘忍，李沁射箭時眼神帶殺氣，宋希念台詞時蘋果肌一動不動。網友調侃：這是穿鎧甲的愛豆吧？雙引號。不過宋希也挺冤，為戲增肌練槍3個月，奈何現在內娛審美跑偏，非要白幼瘦演將軍。看看早年苗圃演的穆桂英，虎虎生風才是真將軍。歷史上真實的秦良玉能開弓射箭，哪像現在女演員瘦的風一吹就倒。好在行業正在覺醒。一笑隨歌和傅山海堅持實拍打戲，橫店武行註冊人數翻倍，老牌武術指導檔期排到年底。就連山河枕請來《妖貓傳》美術團隊，可惜宋希穿婚服像偷穿大人衣服，完全撐不起氣場。說到底，觀眾討厭的不是女將軍角色，而是敷衍。李沁術發玄鐵弓往那一站就是將軍範兒，宋希的造型再華麗也像 cosplay。更諷刺的是，一笑隨歌作為 A+ 級投資，播放量竟超過多部 S+ 大劇，觀眾寧願看實力派演小成本，也不要流量明星撐爛劇。如今平台選角都先考騎馬射箭，不會的直接砍預算。李沁憑此劇資源飛升，宋希若能演好角色成長線，或許還能翻盤，但若又是戀愛腦劇情，恐怕神仙也救不回。所以你說，女將軍到底該是什麼樣？是瘦成竹竿穿鎧甲，還是真刀真槍練出將軍氣場？評論區等你來戰。